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说了，然后今年呢也是同时参加2个节目，喜人还有这个喜单2个节目一块儿参加。去年也是参加这俩节目，有的时候你连续跨年跨年去了，这舞台有毛病，这舞台。我该不会一会儿也要去学导演了吧？你知道，你连续2年跨平台参加2个节目，你就会有一种，你好像在肩负2个平台和谐共处的使命的感觉。我现在都不是刘洋教主，我是文成公主。最近有一点公主病啦，最近。因为我的膝盖有问题，我的膝盖是这样，就是这个髌骨这个部位啊，它是能移动出来一节，就是它能移动。这个还好，这个还好，没想过去治，因为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能帮我看看后面来没来车啊，这个。但是最近不一样，最近它开始响了，就你只要一弯腿，它就嘎巴嘎巴的响。我说这得去医院看一看。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专家号，特需专家，500块钱。各位，我在想，一个号如果贵到500块钱，你最好给我说出一个我没听过的病。你要说就是老了，我可不走了。然后那个专家果然名不虚传，我到了他那儿才知道，原来我这个髌骨外移的症状对应的病叫做髌骨外移。然后这个专家说，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好立即做手术。我说太好了，你们医院做这个手术最好的人在哪儿？他说就站在你面前。我说那快来到我身边，我的膝盖都为你鼓掌了，我现在。然后这个专家跑过来给我检查我的膝盖，他一蹲下来，我一点没骗各位，他膝盖比我的还响。我说快请起吧，这这特需专家是哪个需啊？这是，您就给我推荐个一般需的专家就可以了。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为什么他膝盖会响，以及我为什么必须找他做手术，我一句都没听清，因为他膝盖太响了。我们俩都不能同时在屋里面走路。别人说，哎，里面在打快板，里边有天津人。然后同时，他说你还可以选康复训练。康复训练是这样的，就是放松大腿外侧的肌肉，把你的膝盖推回去。我当时就选了这个，我说这个多完美啊！虽然保守，但不疼啊。选错了。一到康复科就觉得不对呀，这个地儿那都不像一个病房，那就像一个满清10大酷刑的主题乐园。哪有床啊？那都是各个刑具啊，放在那儿。有个老大爷正在那儿玩车裂这个项目，4个人抓着他在那儿。我说我是没来过康复科，这边都是先弄坏了再康复嘛，这。然后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过来，他先用筋膜刀给我放松大腿。各位，你知道筋膜刀吗？筋膜刀就是用你的筋磨刀。筋膜刀一刮，我都对自己有了新的了解，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泪腺长在大腿上。我天，那刮的我都快崩溃了。他刮的就一个小圆铁罐，这么一刮，我说我去，你刀开这儿了是吗？他说腿还疼吗？我说腿还在吗？他说当然在了，这不给您装包里了吗？走的时候，看到没有？然后那个东西给我刮了几下之后，真的很有效果，没有那么疼了。他说不疼了吧？我说太好了，您果然厉害，一点也不疼了。他说那我们正式开始喽。正式开始是他拿手肘摁，我当时想手肘还能比筋膜刀更疼吗？他一摁，我说我去，大哥这是手刀啊，这是，不是康复科的康复，什么 Chinese 康复啊？我说不行，咱就用真刀得了，你给我截肢了，我还多俩新段子。残疾人脱口秀该洗牌了。给我摁那第一下，我都不是疼，我是直接看见我姥姥了。然后再摁，我就看到我其他的祖先，我太姥姥刘备、刘邦什么的。刘邦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再这么下去得摁死我们小刘洋。”
关键疼成这样，他还跟我聊天，这个时候是聊天的场合吗？他在那儿跟我聊，他说疼吗？我说你瞎吗？他说疼就对了，人呐，就3个部位疼起来最要命。第一，三叉神经痛，疼的时候面部拉扯，头痛欲裂呀，男人呐。第二，带状疱疹，俗称缠腰龙，一滴汗下去针刺一般呐，男人呐。这第3呢，就要数那肾结石了。我说这和我的腿有屁关系啊！他说就是给你科普一下。不是我是疼起来很无知吗？我需要你科普。他也觉得这样不对，他开始问我关于我的问题了。大哥，我疼成那样就不要问我问题了，真的很像刑讯逼供啊。他问我的每个问题，我都从根儿上实话实说，根本来不及编瞎话呀！我在那儿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喜剧演员，参加了一些综艺，留下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哦，那你是一直干这个吗？不是，以前是新东方老师，现在已经从良了，还孩子一个快乐的周末啊。那你们平时是不是都挺幽默的呀？我说很幽默，很幽默，经常一句话就把别人逗笑了。真的，吹牛了，吹牛了，吹牛了！各位，那天我对疼痛都有了新的理解。我以前问我一个朋友为什么不打耳洞，他说因为怕打耳洞很疼。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害怕打耳洞疼的人？如果真的有，我给各位一个建议：你在做康复训练的时候打耳洞，真的管不上耳洞疼啊！一摁腿，打耳洞，打耳洞，两边都打，两边都打，耳骨钉，耳骨钉，鼻钉，鼻环，文化币，文化，支持4个支持，阑尾也切了，阑尾，我们拽吧，拽。关键是康复训练都疼成这样了，能想象我平时膝盖有多疼吗？一点儿也不疼，一点儿也不疼，它只是响而已，它只是一个很吵的膝盖，再吵能有我段子吵吗？那天我整个人生都开悟了，各位，我突然想明白一个事儿：如果你的人生中有一些小问题一直没解决，你就不要去解决，你就把它放那儿吧。因为有的时候解决它付出的代价更大，就像我现在，我每周花1天时间做康复训练，剩下6天从康复训练中康复。谢谢大家，我是刘洋教主，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又走到总决赛第1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1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给我比一个，上来给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啊，这儿能玩手机，这儿啊，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啊。我天，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了，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快来喜南报名当观众吧。”那一瞬间，他不是小某书，他是冒犯的艺术。而且这不是他第一次冒犯我了，他之前一直给我狂推一个2合1的洗发水，希望我来买。2合1洗发水是洗发、沐浴2合1，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懒蛋，我洗澡的时候懒得摁2次瓶子，我说我不买，但他觉得是没有懒到我心坎上，所以开始给我推荐3合1的洗发水，洗发、沐浴、护发3合1。你很难想象一个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5合1的洗发水。
5合一：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叔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带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带，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2合1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文都没有，连个盲文都没有。其实有盲文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文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文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必4。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盲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又能赔他2万医药费。非常的有用，但这个东西买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这玩意儿差一点点就能防身，因为如果我把它买来，我只能把它放到我的包里，放到包里它就没有了防身的意义。别人一持刀抢劫我，我说 OK， 你还敢抢劫我啊？你不知道我包里有什么吧？啊！哎，我给我一刀啊！这拉链还卡住了，这拉链啊！大哥你稍等啊，大哥，哎，我这又一刀，大哥，别捅了，大哥，大哥。这里边还有个布袋子，这绳子怎么这么多？大哥，哎呀，绳子还卡住了，拿你刀拉一下，刀拉一下。我后来在想，我干脆学一些那个真正的武术来防身好了。建议，爱奇艺，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那我再演一遍。他们。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8柔，
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你这玩意儿，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刀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3合1了。哎，我去！哎，这是什么？第2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期也比到这儿了，2季以来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我能在喜剧的舞台上，永远做一个热爱飞翔的人。刘洋教主下台鞠躬。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一路走过来耍帅，然后牙磕到话筒上了，刚才。总决赛了，然后跟大家聊一下今年的一些变化。今年首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在2个节目里面都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说实话，我现在人性都有点变了，我现在开始装了，你知道吗？尤其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采访的时候，记者问，2个节目都一直赢的感觉是什么样？我说，是一种超越了主观意志的失重感。他说什么意思？就是飘了，还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今年当爸爸了。谢谢大家。然后有了一个儿子，叫小野，他出生非常有意思，跟各位说一下，他出生在4月30号，给各位科普一下，4月30号是国际不打小孩日。一出生带给我一个信号。但是我不怕，因为我不过洋节，我。然后他还有一个冷知识分享给各位，现场你们算来着了，就是刚满月的婴儿不会说话。哎，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刚满月的时候，我们俩把他接回家，我在电梯里抱着我儿子，一个老大爷执着地问我儿子：“你多大啦？多大啦？”我说：“你告诉人家呀。”没礼貌呢，不好意思，大爷，这孩子特别不会说话，但是他不会说话，特别能哭，就哭起来真的哄不住。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了，就不知道咋办。你在这抱着哭，给安抚奶嘴哭，你在这抛接他哭，单手抡哭，拿运球投篮哭，那该怎么办？他哭得最狠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完了，将来我跟他一块坐高铁，我会被骂到死。
而我对这事儿无能为力。如果高铁上还有一个脱口秀演员把骂我的这个事儿写成段子，我就彻底完了。我儿子只是丢脸，我连段子都丢了。所以我想了一个策略：如果我跟他一块儿坐高铁，我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先生气。我要先假装不认识我儿子，然后我儿子一哭，我就站起来，谁家小孩？谁家小孩放我旁边哭呢？有人哄没人哄啊？没人哄，我哄了啊！还没人哄，真哄了啊！刚好带着个安抚奶嘴儿，来孩子谈上。我呀，就是一热心肠，平时也不帮忙。这孩子我都不认识，你多大啦？然后，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突然就开始理解那些在高铁和飞机上坚持要用手机开功放的人，他们肯定是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法让手机安静下来。他们自己在家哄，根本哄不住，跟手机说别播了，好不好？别播了，播完这个就不播了啊！哎呀，连播了，哎，该死的大数据啊！含个安抚奶嘴儿没用，还是播。然后带到高铁上还是播，没办法，他也不能像我一样突然站起来，谁家手机啊？这是？没人要，有人要没人要？不可能，一定会有人要。他只能跟别人说不好意思啊，这个手机播没电了，就不播了啊。这样我一会儿把声音开到最大，声大，耗电快啊。但是最大的一个变化是这样的，就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变得特别多愁善感，就特别容易动情，然后一动情就特别想哭。但单口喜剧演员是这样的，我们一旦想哭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开个玩笑，把这种哭的氛围化解掉。比如说我有一次参加我最好朋友的婚礼，台上真的很感动，我坐在桌上，我眼泪就在眼眶里转，然后旁边一个人问你感动啦，我说啊还不上菜，饿哭了我都，基本上就是这个水平。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就你真动情了之后，你发现你开这种玩笑，水平直线下降，没有任何人懂。我自己，他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产房门口等，因为我老婆剖腹产不让我进产房。你知道在产房门口是很焦虑的，你也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生，门口也不会有一个倒计时，在那放着3、2、1，当爹了。不会有这东西，我就在那徘徊，我说什么时候生？突然我听到一个婴儿哭，我说啊，这是婴儿哭吗？还是一个猫叫呢？这个季节也是闹猫的季节。然后护士说刘先生可以进来，我说我家闹猫了。我一进来，护士跟我说刘先生恭喜你母子平安。我先看我老婆平安，我说太好了。我说我看一眼我儿子，他就指着一坨红色的东西说这个。我说嚯！这是我天，你很难形容那一坨东西，就是一个无毛猫直接扔在那边，一个小婴儿那个胎毛就这么噌就炸了，就感觉他被世界吓了一跳去，然后整个四肢就控制不住在那乱挥舞，然后整个脸皱缩，眼睛还瞪大，就完全跟反祖了一样，整个婴儿。我一看孩子，我说嘿，地道的北京人啊！我的理性告诉我，这孩子太丑了，我天，真丑。我的感性告诉我，他太好看了，我为他挡子弹。然后我的理性感性一交织，我整个眼泪就往上涌，在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然后护士问我，起名字了吗？我说起了，叫红毛小星星。大冷场，产房都冻上了，护士连梗都不接，就让气氛尬在那儿。你至少接一句啊，哦，那先生是姓洪吗？你至少。我说先生不是姓洪，先生是喜欢陈信洪。这个梗从诞生到现在效果没好过，但这是我给陈信洪的一封情书。然后他在月子中心也是，我特别容易动情。
我把它放在月子中心，然后放在护士站，一排玻璃墙，然后那后面一排婴儿，护士在那儿照顾。我自己晚上回来去看他，我趴着那个玻璃，我说儿子，我儿子在里面一手拍着玻璃，一手拿起墙上的电话，爸爸，坚持上诉啊！然后我正感动的时候，眼泪正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护士跑出来说：“先生，你要来干嘛？”我说：“我来挑个婴儿。”这护士也不接梗。我只能自己接梗，我说不挑了，你这个看着挺甜的，你多大啦？多大啦？好不说话，这孩子这太膨胀了。但是他出生之后，我爸妈来看他，我爸妈60多岁了，正是上班的好年纪。然后来我家看他，2个人在那逗小野玩，然后那一个瞬间我懵了，我整个人懵了，因为这样就是我儿子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然后我爸妈在逗他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从这个视角看到我爸妈在逗一个婴儿时期的我。我那一瞬间整个就不好了，我才明白，我说原来那个一直哭闹的婴儿就是我，原来那个一直不懂事的婴儿就是我，原来是我让我爸妈多了很多的白头发，当然更多是因为新陈代谢哈，一些自然规律。然后我当时。我在想，我小时候因为不会说话，没有表达出来的爱，好像会说话了之后也没有跟父母好好的表达，所以有一个瞬间我特别想跟我爸妈说点啥，我又说不出口，因为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刚要说，然后我爸妈转过来说：“怎么了？”我说：“你看他像个红毛小星星。”谢谢各位梁教授，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特别开心来到这里，因为今年我其实一共参加了2档喜剧节目哈，然后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好吧，巨大的成就。然后取得了成就之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太好了，更多人认识我了，大家终于可以关注我以前的作品了。我没有想到大家关心的是我更以前的作品，我的粉丝把我10几年前在新东方教英语的视频翻出来传到各大网站，昼夜苦学。各位学到什么程度？我一点不骗你。有一天早晨6点，我点开一个视频，100多个人在看，什么概念？与此同时，《喜剧之王》单口季7个人在看。我说：“哎呀，这是谁给谁引流呢？”再这样下去，这节目我给冠名了。我先把名字给他改了，以后不叫《喜剧之王》单口季，叫《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然后有一个视频底下有一个人真的很严肃的在问，说为什么这个人不是一个喜剧演员吗？为什么要跟他学英语？然后那博主也很严肃的回答：你不懂，这样学英语有一种地下的范儿。哎，我很感慨，各位，我以前听说过地下 rapper、地下 dancer， 我刚意识到我是一地下 teacher。我微博私信的画风也变了，现在我每天会收到30多条私信，全是问英语题。我很感慨哈，别人只问我飞得高不高，我的粉丝问我非谓语动词。当然，以前的私信不是这个画风。以前的私信，因为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以前私信会有很多骂人的私信，这很正常，因为我们这行嘛，很容易让观众不开心。但是有一个私信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还记得他怎么骂的，因为他骂的太独特了。他骂的就是他所有的后半句都是否定前半句的。我在网上随便编了个段子，他跑过来说：“你以为你很幽默吗？你可真逗。”你编这种东西一点意义都没有，我看你就是在搞笑吧，不然呢？别的人都骂我，我感觉这大哥懂我。然后我线下演出也是，线下演出有的时候也会惹观众生气，跑到网上来骂你。我以前在线下讲过一个观察式喜剧，观察的非常精妙。我讲的是这样，我给各位复述一遍啊，各位来着了。我讲的
我说我买了一包4斤的花生，就一大包花生，透明的袋子里每一颗都是饱满的花生，正面还用红色宋体初号字写着花生，底下竟然还标了花生的英文花生。这么大一包花生，它的背面标着一行字：过敏源提示，注意，本品中含有花生。我调侃了一下，我说你多余不多余？你给谁看的呢？然后被骂了。有一个人私信骂我，他一上来他说爱，我脑补的语气啊，脑补的语气。他实际上是哎，然后他说爱，这也是能调侃的吗？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个花生过敏的人，因为听了你这个段子，放松了警惕。吃到了花生出事了，你担得起责任吗？脱口秀可以冒犯，但请尊重。私信的结尾是他吐的一滩血。我当时看了很震撼。你知道是谁在不尊重花生过敏的人吗？就是这个人。因为在我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而在他的眼中，一个花生过敏的人，一个吃了花生有可能出事儿的人，会蠢到买4斤的花生，正面还写着花生，里面怎么看怎么是花生。拿着一颗问老外 What's this？ 老外说 This is 花生。花生过敏的人会说，这里该不会有花生吧？一打开，真有花生。各位，如果我花生过敏，这辈子我连花生的谐音我都不碰，福尔摩斯我都不看。我随便翻开一本书，上面写着：福尔摩斯走进房间，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向他走来，伸出手说：“福尔摩斯你好，我是你的助手。”去你的！想死我了！当然，有的人也会说，可是这只是厂商为了避免担责任。各位不会了。如果真的只是印一句话就能避免全部责任，那最应该印这种注意事项的，就是我们单口喜剧现场演出的门票，这样我们会让很多观众少生很多的气。我们要背面写着注意过敏源提示。这种以开玩笑为主要形式的表演中，我们会开玩笑。观众一看，哦，不能开玩笑的啊，不能开玩笑的，这玩笑不要开到啊。然后这还不是骂的最狠的，我见过一种特别讽刺的说法，叫可是批评会让你们进步呀，挨骂就挨骂。各位是这样的，也许批评会让你进步，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几乎没有批评了，80%全是谩骂，还有20%是快骂。你点开私信，脏话以很快的形式飘过，垃圾。你真的，你想象一下，以前那些个大师，如果活到现在，各位没有一个还能再成才的，全都要被骂死。你能想象梵高活到现在吗？梵高27岁开始画画，37岁自杀，活在有互联网的年代，27岁画画，年底自杀，年终奖都不要了。梵高画个向日葵，我都能想象他微博评论区的样子。梵高放了个向日葵，说画的还不错吧？底下说哈，纯路人不懂就问，到底是什么人在喜欢梵高啊？这也叫向日葵吗？吃点好的吧。家人们，避雷这个一只耳。梵高当场就没了，梵高向日葵都没画完，就画了个瓜子儿。画瓜子儿底下有人说啊，画瓜子儿不标过敏源呐。本来就想不开的，活到现在更完蛋。各位，你能想到屈原活在现在吗？各位，屈原如果活在有微博的年代，端午节就是屈原第一次点开微博评论区那天。哪天点开，哪天端午节。屈原发了条微博，好气哟，又被楚怀王排挤了。底下一个人，谁问你了？抛开事实不谈，你自己没有责任吗？他怎么不排挤别人，就排挤你呀？屈原当场就跳江了。老百姓为了避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都把那些骂他的人捆成粽子，然后扔进江里，一边扔一边说端午节快乐。那些人一边被鱼吃，一边说，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应该说端午安康吗？
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谩骂毫无意义。各位，如果真的要谩骂，我建议以后至少用英语谩骂，这样至少还能背单词。有人说，可是我用英语谩骂，我词汇量不够啊。巧了，谁是地下 teacher 啊？请关注喜剧之王，单词你得跟我记。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洋哈。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录2个综艺，然后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回飞。你知道飞多了之后，你会就是产生很多的见识。我长了很多的见识，比如说我第一次在飞机上遇到经济舱的金卡会员，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金卡会员吗？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很惊讶，我说金卡，这得多尊贵啊！这不得一会儿空姐跑过来说，李先生你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一会儿咱们还是老规矩，飞机起飞之后您来开，其他乘客把安全带系好，我们李先生喜欢转圈飞啊。想的是这种，你知道金卡会员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吗？什么都没有。他唯一享受的待遇就是空姐会过来告诉他所有人都知道的消息，然后跑过来，就这消息跑过来之后，目光如炬盯着李先生，炯炯有神，生怕瞟我一眼，然后让我把尊贵感给偷了。盯着李先生，李先生您好，你是我们航空公司尊贵的金卡会员，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9点降落在首都机场，地面温度23度。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我就先走了。他就走了。我说这有啥尊贵的呀？李先生也很局促，这就是金卡嘛，对吧？很不尊贵呀。我心想这得帮帮李先生啊！我就在那儿坐着坐着，突然说：“几点到啊？这不知道时间坐过了怎么办呀？地面温度多少度啊？手里的外套穿不穿呀？穿不穿呀？”李先生明显腰都直了，说：“可以穿。”然后关键是就这么点信息，他还生怕我听到。空姐跑过来就跟那个特务接头似的，跑过来之后，李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往这边一点，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是我们。李先生，我给您写下来。要命了！其实我吐槽这个金卡也吐槽了一小段时间了，然后前2天遭到了报应，各位。我坐飞机太多了。我升级为国航尊贵的金卡会员了。我在飞机上待着，离老远空姐就要过来，我说别过来，别过来。空姐说刘先生，我说 no。空姐告诉我任何消息我都及时给大家分享。听完了说19点到啊，各位，首都机场。我恨不得给空姐捧哏来缓解这种尴尬。空姐说一句我捧一句，也没那么尴尬。空姐说：“刘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我呀，我们的飞机19点降落首都机场，没听说过。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怎么着呢？我就先走了。去你的吧！这还是我办过的比较尊贵的卡了。我办过最不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景区，说是景区，实际上就是一座山；说是一座山，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土坡。那山有多高？那山就300米高，各位，300米，你知道什么概念吗？300米，苏炳添登顶只需要27秒。就这么个小破山，然后收100多块钱，然后服务员问你要不要加80块钱升级为我们的畅玩 VIP 套餐体验卡。我说那我当然要畅玩卡。然后我就升级了，花了80块钱。你知道畅玩卡唯一能畅玩的，就是他们在山顶上有一个玻璃栈道。你见过玻璃栈道吧？2个小土坡之间弄一个玻璃板子，你走在上面说 pass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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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个破玩意儿，你说玩不玩？当然玩，80块钱白花了，我就玩。但是问题是，各位，我有严重的恐高症，我站在上面一步都舍不得走。别人说是80块钱这么心疼吗？一步不迈。但是问题，我老婆了解我，她说你这样，你把眼镜摘了，你看不见不就不怕了吗？我就把眼镜摘了。各位，我还有严重的散光，我一摘眼镜，玻璃栈道变仨了，3倍恐惧。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着那个杆，我真的眼睛都不敢睁，浑身颤抖，一点点往前蹭着走。旁边人都惊了，我说盲人也怕玻璃栈道吗？不合理吗？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唱完套餐里还包含一个服务，免费拍照。因为景区就是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脸上红温、浑身发抖、已经出汗出的不行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念头：要是有人给我拍照就好了。我在那闭着眼，我就听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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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完了。我一下玻璃栈道有一个屋子，一抢我的照片，全是我驯服五官的全过程。我说这玩意儿太可怕，我就要走。走的时候，景区服务人员跟我说：“刘先生，这些精彩瞬间真说得出口啊！这些精彩瞬间，您只需要花25元就可以买回去。”我说：“你做梦！你给我25，我也不买。”他说：“不买就一直挂着。”我说：“买，大哥，商量。”但是我也办过比较划算的卡，我办过最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主题乐园办了一张优速通，不打广告了，所以不告诉各位是哪个主题乐园。我去看米老鼠的时候，在里面，你知道优速通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排队，你去了主题乐园你排过队都知道，那队伍都不是直线，那队伍叫 S 型，那都不是 S 型，那就是人类小肠图解，门外5个小肠，好不容易绕进去一看还有5个小肠，一直在那绕。这种队伍里最尴尬的就是你迎面过来一个熟人，你们这一次碰面，接下来你们就会无数次的碰面，你们就一直绕，这哥们就一直在你前面，你转3圈就没话了，在那走着走，哎，老张，你也来这个主题乐园，我也来了，真巧，多少年没联系了，真是哎常联系，回头见啊，一回头就见了。啊，老张，我坐飞机来的，是，飞机很累，吃饭啊，记得吃饭，然后一回头，咱们现在把饭吃了呢啊！我告诉各位一个方法，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在这种队伍里，如果你想要维护你们的友谊，你只需要还说一模一样的话，但你换个形式说就好了，保证你们的友谊长存。就是你用评书的方式说一模一样的话，友谊还在。你想想那感觉啊！一看到老张，哎，老张，你也来这主题乐园啊？我也是，哎。来的时候，那个飞机上啊，黑暗中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欲知来者何人，咱们下圈分解。一转过来是空姐，空姐轻声说道：“刘先生，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0点降落在首都机场。”谢谢各位，我是梁教授，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刘洋。我最近还有一个节目也在播啊，然后在另一个喜剧监狱里面服刑。然后我那个节目播的时候，有人知道我参加这个节目来问我，他说你同时录2个综艺，然后还在写书，然后还在录自己的播客，还在做自己专场的巡演，你这么卷，到底是因为热爱，还是因为欠了裸贷？我其实只是因为喜欢卷哈，主要是因为之前上班的时候卷不过别人，我给憋坏了。各位，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东方，你也知道我们那边有多卷，可以说是东方真卷。我们之前有一个课，这课叫试听课。就试听课呢，就是吸引学生先来听，听完了之后再买后边的课就行。就这个课，我们从标题就开始卷。我为了卖课，各位，我已经豁出去了。我的标题叫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其实阅读理解只有2个秘密：认真阅读，仔细理解。我硬凑5个，然后我的课没人买。我说那看看销售冠军的课，一看标题我就服了。他的标题原文啊，阅读理解再也不用阅读。我说大哥，真敢教。哎，完全不用阅读，纯靠自己理解。怎么是朱丹老师也上过这个课吗？然后一会儿给您下跪。然后这老师还有一门课最厉害，这门课叫做1个小时搞定英语的奥秘。这门课6个小时。我说那剩下5个小时干啥呢？研究英语阅读理解的5个秘密吗？最狠的是这个老师还来卷我。我有一次惊讶的知道，这个老师跑到10个销售组长那边，人手送了一台最新的手机，求他们不要卖我的课。我天，各位，我当时都惊了，销售组长也惊了。销售组长拿着手机，问心有愧，
本来也没人买他的课，何苦破费呢？交给时间不好吗？我也很精，就为了不卖我的课，各位，你只需要给我6台，我就可以不卖我的课。你给我8台，我可以主动卖你的课。你给我10台，我参加喜剧之王我都卖你的课。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说这样的课到底什么样的学生会喜欢？答案是所有学生，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就希望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收获。我自己亲身经历，我有一个学生，高考前1天跑到北京雍和宫，站在一个许愿池前，想用他小小的付出，获得大大的收获。他掏出一个1块钱的硬币，扔进池子里，说：“希望神仙可以保佑我考上清华。”哎，真敢许啊！我要是神仙，我一把把硬币抓住，我说：“大哥，真的吗？1块钱，上清华，1块钱，从这儿到清华坐地铁4块钱。”你到我这儿洗钱来了，要命了！我后来来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更卷，但是单口喜剧行业的卷比较客气，我们有一种默契，就是如果大家经历了同一个素材，谁先把这个素材写成段子，那这个段子就归谁。所以我们发展到现在，我们已经不光是抢素材，我们还抢去开放麦的共享单车，只要能抢到，别人就讲不了。我们抢到什么地步？各位，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真的。我有一次亲眼看到黑灯，为了赶开放麦，骑上了一辆共享单车。我们当场所有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除了黑灯。开灯，我给他开灯。太夸张了。但关键是在这个行业，我如鱼得水。各位，因为我骑共享单车骑得快，也有别人骑得快，但我锁车锁得快；也有人锁车快，但我敢不锁车。我就是这么卷。我为了抢段子，我被车撞了都没关系。我骑着单车去开放麦，然后路上一辆卡车砰把我撞了，护士把我的残骸捡到救护车上，捡的时候也不会耽误我抢段子，我会掏出我的段子本给护士说：“别管我，拿着这个去开放麦，上台念出来，就说是刘洋先讲的。段子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小刘。”单口喜剧人很少团建，因为我们去团建，大家都不玩，都是彼此提防，谁也不要抢素材。你想，如果我们玩着玩着，老板突然掉到水里，没有人会去救他，所有人第一反应是看彼此，谁也不要掏笔记本出来记。只要有一个人掏出笔记本，所有人都掏出来。你干嘛？你干嘛？别逼我啊！别逼我啊！要写一起写啊！这个时候我还得在从中调节，我说大家别抢了，一会儿老板完了。看似我在调解，实际上我在向远处的助手发送莫斯电码记下这个素材。我就是这么卷。可能最后僵持完了之后，然后一看水面，老板已经没影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救他，我们只会掏出1块钱的硬币扔进水里，希望神仙保佑我抢到这个段子。当然，这个多少有点夸张，因为这个时代谁还会为这种情况随身带着1块钱硬币？我就这么卷，而且我不光许愿抢到段子，我还许愿抢到一瓶统一春福绿茶，因为它创新使用了微发酵工艺，温润茶香，如春风拂面，直接就卷到了无糖界。商务段子我都先写了，我就是这么卷。
当然，我之所以这么卷，也是因为我坚信，作为一个创作者，持续创作就是他留在场上的唯一方式。所以我希望我即使到100岁的时候，也在跟这帮演员朋友们比着赛着写段子。我希望到时候我真正能做到垂死病中惊坐起，笑问这段子我能写不？谢谢大家，我是犬王刘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刘洋。刚才小龙也说了，其实上一场没来的观众不知道，我上一场是全场第2。那我为什么会坐到那边？因为付航直接把我炸到那边。但是说实话，各位，输给付航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没有输给任何人。我最近在减肥，健身在减肥，主要是希望脸稍微再显得小一点，希望脸能更小一点。然后我其实，在小红书上搜了很多东西，然后很多人会说网上有很多假的东西，你不能全信的。我只信那些劝我做我想做的事儿的帖子，所以我在小红书上搜了，我搜到一个让脸变小的绝技，分享给各位一套理论，很有科学依据，如何让脸变小，把肩练大。太有道理了，各位！各位，如果刚才我上场，我肩宽2.5米，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注意我的脸。大家问的唯一一句跟我脸有关的就是他脸呢？只有范志毅老师会说：“哦呦，这么宽的肩膀，脸都不要了。”我当然还在网上搜索了很多，我搜索了一系列的东西，我给各位分享一下我从那天到现在我搜索的全过程，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我先搜如何把肩练大，练肩的5个最佳动作，练肩如何上超大重量，肩膀受伤如何康复，阴天下雨肩膀就疼正常吗？如何让肩膀看起来很大，如何 P 图，如何战胜焦虑，如何出家，出家人如何练肩。后来还是决定去健身房，去健身房也很焦虑，因为健身房有太多肌肉狂魔了。各位，你们见过肌肉狂魔吗？就这些人特别好认，他们站，他们不能这么站，他们只能这么站，因为这儿肌肉太多，放不下来。你要攻击他特别简单，你这儿捅一刀就行，他够都够不着，说等着。左手也够不着，因为胸肌也很大，一个死角在这儿。去这种健身房压力特别大，因为第一开始网上说跟着肌肉狂魔错不了，我的经验是跟着肌肉狂魔练不了，这些人太可怕了。就有一次我在健身房练我的肱二头肌，我那个重量练的是这块皮肤，练这块皮肤，我希望这块皮肤更加的紧致。有一次我在健身房练我的肱二头皮的时候，旁边有个肌肉狂魔在那边深蹲，各位你知道他深蹲多大重量？他深蹲170公斤，170公斤什么概念？各位，我70公斤，他可以举起2个我还要抱一个30公斤的哑铃，而我抱不动30公斤哑铃。我给大哥当片，我自己还得先练练。然后那个大哥在那边在那儿蹲，我在他的旁边，拿这个2.5公斤的哑铃。瑟瑟发抖，我都不敢呼吸，我怕抢了大哥的氧气，我生怕大哥有口气儿没吸着骂我。大哥倒着，有口气儿没吸着，是不是你给吸了？把你也放上来，然后继续。特别头疼，而且有的时候你自己练的时候也很头疼。有一次我在那练我的胸大皮肤的时候。我练的时候，有的肌肉狂魔要过来跟你一起练，他离老远我就知道他过来了，因为他离我还有1米，胸已经到我脸上了。我说大哥往后稍一稍，大哥，大哥过来，哥们儿。这句话是他通过胸部骨传导给我的，他说哥们儿。一起练呀。你一组我一组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很难拒绝他，你能明白吗？我说你边儿去，大哥能用他的钩夹碎我，以钩服人。
我就只能让他练，跟他练根本就没法练。大哥用那个重量，我这辈子都用不了。大哥在那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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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旁边扇风扇得快感冒了。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健身房。大哥练得很开心，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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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往那给放上。哥们儿，我去喝口水。你练吧，我练个屁呀！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拆大哥的片儿。杠铃还不能只拆一边，我拆完这边跑到这边拆，拆着拆着再拆这边，拆着拆着大哥回来了，我才开始往这装着呢。装完大哥回来无缝衔接，继续练，感觉我是大哥养的一个奴隶，专门负责给大哥的杠铃片散热。大哥一走，都这个坏了吧？这个。大哥有的时候一回来，发现一个杠铃片没少，也跟我聊两句，说哟，哥们儿，可以呀，你也用这个重量。我说怎么说呢？我多少是用到了这个重量，但是咱俩练方式不太一样，我拿这练往返跑。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突然就顿悟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卸大哥的片儿，我应该卸下自己的焦虑，好吧，我应该卸下自己的尊严。我现在去健身房，我一个肌肉狂魔都不看，我直奔小重量杠铃片区。哎，各位真的，在一个充满肌肉狂魔的健身房，小重量杠铃片区，蓝海啊！那些小重量杠铃片每天在那儿，没有任何人理他。我一去，他们就过年了，最懂他们的人来了。我一过去，那就全过来了，什么2.5公斤的呀，1.25公斤的呀，粉色的小哑铃，绿色的小沙锤啊，全跑过来，你来啦！我说，来，举高高，哎，骑大马，一个个来啊，2就5公斤了，举不动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大家。Hello。各位好，我名字叫刘洋，然后我讲了10年的单口喜剧了，对，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单口喜剧的节目，我说实话我特别紧张，而且各位看看我们的战队吧，朋友们，我天，我们战队都没人了。之前导演跟我们说刘老师切记流程，上场的时候从你的队长身边走开，与你的队友们拥抱，各位队友们。2个人，这就是队友们的最小单位。小罗要是输了，上场就说跟手儿姐打个招呼就行。太紧张了，我真的。而且我来之前也各种担心，我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我这个脸型上镜了之后特别难看。难看的点是这样的，就是各位看得出这个脸型很方，这是一张标准的方脸，上镜前方，上了镜大方，这脸。但我该说不说，各位，我以前是个新东方老师，这是一张标准的新东方老师脸，董宇辉、罗永浩，我。新东方面试就是直接去长城，看能不能把脸卡进那个凹槽里面，一卡进去，上岗。然后来的时候，节目组也问我，因为节目组知道我跟周奇墨是一起讲段子出来的，所以节目组问你对周奇墨的态度如何？他是你在这个圈子里最好的朋友吗？各位问这个问题，你可能不了解我们俩的关系。我们俩认识10年了，我们俩一起上台，当时在北京是一起骑着共享单车赶各种开放麦。有的时候我们俩共同经历了一件事情，谁能把这件事儿讲成段子，就看谁先抢到共享单车去开放麦讲。可以说我们俩是从小骑着共享单车长大的，所以你要问我在这个圈子里最好的朋友，那只可能是共享单车。我真的太喜欢共享单车了，各位，我甚至办了一张骑行卡，我不知道各位办过骑行卡没有？办过，也不是我想办 ，app 说服了我。有一天我刚锁好车要支付，那个 app 跟我说不要付。
你现在只需要花16.5块，办一张骑行卡，30天免费随便骑。我说那你可不知道我有多随便，我就办了一张骑行卡。各位，骑行卡有一种魔咒，你办了哪个品牌的骑行卡，这个品牌就从这个城市消失了，没了。我办了个某团的骑行卡，我一出门一辆黄车没有。我说这是刚刚扫黄来着吗？啥黄了都没有，感觉黄车一直在门口扒着。办了吗？办了吗？办了，快帮我刷成绿色，刷成绿色。来不及刷了，报个蓝车吧，黄加蓝等于绿。报在那边。我真是没想到，我办了骑行卡之后会被卡在骑行这个环节。我办卡之前，各位，我不是给你炫富，我共享单车自由，我想骑什么共享单车骑什么共享单车。我办了卡，我变了，我的灵魂被资本绑架了。我现在出门挑共享单车，我有那种电视剧里面女主角早晨起来挑衣服的感觉。我看着几十辆小蓝车，几百辆小绿车，一辆能骑的都没有啊。然后无论目的地有多远，我都走路去目的地，感觉我不是办了张骑行卡，我办了张健身卡。然后有的时候在路上，你看到一个人骑着一辆黄色的共享单车从你面前过，悲从中来，眼泪不知道啥时候就流下来了。你就看着他说，为什么？就差一步吗？我要是先走你走的那条路，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不都是我的了吗？这就是我对周奇墨的态度。开玩笑的。单口喜剧演员就是这样，我们会为了搞笑讲一些这种真心话，然后真的是开玩笑。我们俩关系非常的好，因为你得罪其他圈子的人也就是伤感情，你得罪单口喜剧演员，他真跟你抢共享单车，你回头抢还抢不过。然后有的时候，各位有一种情况，你看到一辆共享单车，你看到一辆黄色的车停在那儿，然后离你的目的地就100米，骑不骑？骑不骑？当然骑，还能便宜了资本。我骑这100米，我能骑多慢骑多慢。一路上我不是在骑车，我在品这辆车，慢慢的骑，可慢了。到目的地停都不停，围着转。转完了之后，转的时候双手撒把，哇！心灵奇旅。然后骑完了之后，意兴阑珊，恋恋不舍，要锁车，不让停，还得搜最近的停车点，一搜就是刚才那个地方，怪不得能找到车。再把这辆车骑回去，停在那儿，再走路走到目的地，啥也没干，纯试驾这辆共享单车。有的时候真的锁上一辆车，舍不得走，一步3回头，因为你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黄色的共享单车。你就站在风中看着那辆车，你看着他，他也看着你，你不说话，他也不说话。然后忽然有一秒，你觉得必须要走了，你说走了，他说去哪里呀？去上班了。不上班行不行啊？傻瓜！不上班，你要被吸走了。自作多情了，自作多情。虽然现在我们能扫到的共享单车越来越少，咱从头来吧。大家好，我叫刘洋。虽然现在能扫到的共享单车越来越少，但是我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单口喜剧演员永远能扫到那辆去赶演出的共享单车。谢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
Hello， 我是刘洋。熊孩子的家长来了，好多演员都说想看看我儿子，翟佳宁这辈子不可能了。然后，开玩笑的，30年之内不可能。我叫刘洋，然后这2年一直在参加节目，获得最多的这个标签就是卷、紧绷、特别忙，的确很忙，日程总是塞得很满。然后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想看一眼我的日程，我给他发过去一份我的日程表，他说这个是1周的，我说这是周1的，非常的紧绷。我周围所有人都比我松弛，我爸甚至都比我松弛，这个很难理解，但他的确比我松弛。我这个名字是这样，我的名字是我爸给起的，就这个杨字。这个杨字呢，它的意思是晴天。有的人听了之后说，哦，好美的寓意，是寄托了你爸对你美好的期待吗？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字儿是上户口的人打错了，他充其量寄托了上户口的人对我美好的期待。我爸给我选的羊是这个羊，取自《归去来兮辞》，周遥遥以轻扬，意思是洒脱随性不计较。上户口的人就打错了，我爸就接受了，可见我爸才做到了洒脱随性不计较。我爸才应该叫刘洋，我这么忙，我应该叫流氓。甚至我的粉丝都比我松弛，这个我非常不能理解。前段时间我在网上传了个段子，然后有一个人在底下骂我，他说这是我看过最不好笑的东西。我20多个粉丝冲到这条微博的下面，在他的评论底下贴出了我春晚节目的链接。还单独艾特他，看看这个呢。别人朝我打子弹，粉丝给他换核弹。参加这个节目也是，参加各种综艺节目也会被骂不松弛。去年我在《喜人奇妙夜》夺冠了，最后拿着冠军的奖杯发表获奖感言，泣不成声。一个弹幕飘过，他要是更松弛一点，还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冠军了，大哥，更好的成绩是什么？冠名吗？在这个节目也是，去年参加这个节目有一个画面，我正在写节目里的段子，啥也没干，在写段子，然后一堆弹幕飘过，刘洋就是太不松弛了。不是大哥，我要怎么松弛啊？我本意思我不写了。导演说你上台讲段子，我说不讲，我上台我就站着，不是松弛，我上台我晃手，我知道啊，我上台我就玩，我上台我玩行为艺术，我上来之后说大家好，其实今天我是来给大家拜年了。爆竹声声辞旧岁，飞雪连连迎春来。刘洋教主一登台，观众个个发大财。哎，你们的欢呼让我开始反思了，我春晚应该演这段的呀。总之就是开始学一些松弛了，然后根本学不会，我的妈呀！网上的一些松弛教程越学越紧绷。我搜到一个教程，名字就叫“轻松获得松弛感，只需要每天做完这21件事儿”。我今儿得快点讲，因为我今天还差16件事儿。我还关注了一些松弛博主，各位见过吗？那些松弛博主，他所有的视频就是拼尽全力的展示他们毫不努力。有一个松弛博主是这样的，他所有的视频就是他打高尔夫球、骑马、徒步，在海边一边散步一边喝香槟，哎，就这些松弛的事儿做完，微信步数起码2万步，不起码4万8。甚至他每条视频的结尾还要在那儿喊，他说真正的松弛就是要明白，没有什么是你必须要做的。这么松弛的博主日更，这不是有必须要做的吗？日更啊！而且每个结尾还说友友们给我点个赞吧，我从不给他点赞，因为没有什么是我必须要做的。
有一个博主，有一个松弛博主，他点赞过万的视频，是他去西班牙旅游。他说来了西班牙才知道，真正的松弛就在西班牙，差点就信了。但我没有，因为我真去过西班牙。在西班牙，你何止不能松弛，你都不能松懈。走着走着路，抱回菜吧。我搜旅游攻略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不妙不妙。有一个攻略上面写着，千万小心，偷在西班牙，抢在法兰西。我说这是俩特色旅游项目吗？去的时候导游说，哎，您跟别地儿被偷都不算被偷啊，还是得尝尝咱老班牙的手艺。老班牙的手艺名不虚传，我去那儿第一天，我的移动 WiFi 就丢了。我丢的过程是这样的，我在马德里的街头正刷手机，小某书给我推了一个帖子，说注意，在西班牙，这10样东西最容易丢。我说那我得赶紧点开看看，我就点不开了。我的移动 WiFi 开始移动了。而且那个博主还说，他说最松弛的事儿就是夏日的午后，在西班牙的草地上躺整整1天。不可能，根本躺不住，太热了。我去的那个城市最高能热到45度，各位45度是什么概念？我一点没骗你，我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在遛狗，那狗是跳着走的。我说那会不会本来就是个袋鼠啊？来西班牙旅游热成狗了。而且45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导游告诉我，那个城市为了不放高温假，天气预报就报到45度。换句话说，就是外面无论有多热，你看天气预报45度，外边热的一个老大爷已经烧起来了。波尔多45度，45度老大爷能烧起来，那是一个燃点很低的老大爷，白领老大爷。红领老大爷要260度才会烧起来。这种天气你不存在躺1天这种选项，你要么就是躺一会儿，要么就是躺一辈子。本来想躺一会儿，结果躺了一辈子，躺在白领老大爷旁边，直接就火化了，了无痕迹。我后来问我一个朋友，我说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会松弛感？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你看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官，但他毫不在意，仍然坚持消费，每天买300颗荔枝来吃，就是因为他松弛。我说那太好了，赶紧去看看《苏东坡传》。各位，我认真看了书才知道，给你们科普一下。丝毫不在意自己被贬官的苏轼，在第一次被贬官黄州之后，就写了将近200首诗，来表达自己丝毫不在意被贬官。我说有没有可能皇上本来也没想贬那么多次啊？皇上就单纯想追更啊。皇上说苏轼最近还写吗？没写，贬到海南。然后后来在想，真的学不会就学不会吧，紧绷就紧绷吧，也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你想想我的偶像梵高，他一生也受尽了别人的批评和攻击，但他丝毫不在意，因为别人的话，梵高最多只听进去了1半。右半边听进去了啊，左半边没有。但我学松弛感的过程中，真的学到了一个东西，分享给大家。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就是你拥有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也决定，我要自由的选择过一种紧绷的生活。而且你想想看，梵高也是，梵高也是因为自由的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才最终成为了梵高。所以今天我也要坦然地说出来，我之所以会是现在的刘洋，恰恰就是因为上户口的人打错字儿了。我是永远学不会松弛刘洋，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哎呀，算是重回到这个舞台了。就是大家也知道，去年参加了2个很优秀的节目，取得了一些略微的小成绩啊。甚至还出了一本书啊，书名叫《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被冒犯了吗》啊，
但说实话，多了很多的机会，多了很多机会。现在甚至能拍一些个影视剧了。前一段时间甚至还拍了一部院线电影儿。好吧，这个牛只能吹到这儿了。这个牛只能吹到这儿，因为我那个角色实在是太小了。就是那个角色小的，就这么说，就如果你想在电影院看到我的角色，得我跟你一块儿去电影院。我就坐你旁边，一到那儿我说，哎，你说哦，那就是我的角色，就那么小。但说实话，这种机会非常的难得。但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机会难得，我就会觉得不配得。我到那儿特别的紧张，我到了剧组，我什么都不敢干，我生怕我干任何一件事儿，他们就把我给换了。我甚至我不骗大家，真的，我饭都不敢吃。剧组老师说，刘老师吃盒饭吧，我说我从不吃饭。我生怕我一吃饭，他说这个演员竟然吃饭，赶紧把他换一个没嘴的过来。我特别紧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收音的麦也是，第一次拍他有那个麦，各位见过哈？我看这玩意儿压力大死了。我不是因为别的，我是因为他离我太远了。我在想，这个麦离我那么远，我如果台词没收到，他觉得是我演员的问题，把我换了怎么办？所以我想的是，我要在拍的时候尽量离他近一点。我就一说话就是你这是要干什么？你然后他说你这是要干什么？突然想亲我这个人。但是有的时候最紧张的是他有的时候他这个麦要贴在你的皮肤上，他直接贴在皮肤上，这个真的压力太大。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能出汗，就这个麦根本就贴不住，我太能出汗。当然这不怪我，这怪我的基因，因为我姓刘嘛，姓刘的当皇上的时代是汉朝。什么东西？又汗又潮。我这个麦只要贴在我身上，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一贴滋儿就掉到我肚脐眼，感觉是那个麦说行了，嘴说的也差不多了啊，我们听听肚脐眼怎么想。然后每次都掉，我说我是怎么发现的？是那个导演拍了几条跑过来跟我说，他说刘老师，表演特别好，表情动作都很到位，但是如果您对我们的台词有意见，能不能说出来咱们商量，不要直接删掉。我说我有病吗？我一共3句台词，我删一句的意义是什么？我比较喜欢偶数吗我？然后我说，他说你看看回放，我一看回放，我的天啊，各位，我何止是删掉，我还怪叫啊！那个麦就往下的时候，我这个声音就越来越拖，逐渐消失，然后一阵沉默之后，就是一个喉咙里的怒音，就在那，因为我的麦在掉。我一说话就是你今天怎么看着之所以有喉咙里那个声儿，是因为我的肚子在叫。我肚子在叫，是因为我没吃饭。我因为没吃盒饭，我叫他领了盒饭。然后我跟音响老师说：“我说老师，该真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老往下掉怎么办？”音响老师说：“刘老师没事儿，我给你一好东西，这个劲儿大。”我说：“我可不碰劲儿大的啊！我刚进影视圈，想让我塌房。你别以为我脱口秀圈的我没见识，我们圈最不缺的就是教训。”我说不是，这个是胸带勒的劲儿贼大。我说你们这儿好好说话，判几年啊？你们这儿胸带是什么呢？各位是这样，它就像一个皮尺一样，是一个肉色的皮尺，它直接勒在你的胸口，然后记住了，它把那个麦直接夹在胸带上就行，怎么出汗都没事儿。我说这也太牛了。他说更牛的是，整个剧组只有你有。我说那我可得好好珍惜了。我第2天我那台词我给导演不同的状态，我甚至我的导口，我说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各种夹子音演完了之后，导演跑过来说刘老师非常好，表情动作都很到位，台词尤其清晰。但是如果您想改人物性格，能不能先跟我们商量一下，不要直接做这么大胆的改动？我说不是，我改哪儿了？他说你不是把他改成一个死变态了吗？我说不是，导演，我不理解，我来你们这儿，我要不删成偶数，要不改成变态，我是什么？奇变偶不变。导演说你来看回放，我一看回放，我去，各位，我可太变态了，我太变态。各位，但是是这样的，我不是一上来就变态。
我是渐变。它是怎么个过程呢？它是这样的，我是每天早晨健身，所以我的肌肉在早晨的时候是充血状态，非常的饱满。那个胸带到这儿，叭就勒紧了。那个麦过来根本就不用勒，我直接拿胸肌叭就给它夹死了。吹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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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吹牛了，吹牛了，吹牛了，这吹牛想看到我胸肌比看到我角色还难啊。总之就是早晨的时候勒得特别的死，但是随着肌肉充血状态的消失，我这个肌肉就会回去一点，我这个胸带就会往下掉一点。但各位注意，它不是全掉，它是就掉一点。所以我发现我在回放里说台词的时候，会有一些下意识的动作。我一说台词就是：“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怪怪的呀？”是我哪里看起来不一样了吗？怎么不敢直视我呀？我说这也太难直视了，这个。然后关键我也没法跟大家澄清，因为整个剧组只有我有。我总不能开之前说，各位开工之前我说2句啊，这个是麦克，别人只会说我刘老师管他胸罩叫麦克。不光穿那女士内衣，还给内衣起名字，还起了个男人的名字，麦克，好歹叫米歇尔吧。小海都只穿8小时，他一直带着。我跟一翔老师说，老师，你看这米歇尔的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一翔老师说，我真没办法了，要不然就这样，我再给你找2根胸带，你把它搭在肩上，就不会掉了。我说那就更像了，那从背后看都一样了，从正面看以为我穿反了。我不行就买一个穿吧，我就，里面至少还有海绵把我汗吸干净了。哇！庆幸的是，各位，庆幸的是，最后我的角色没有被换掉，哇！因为被整个剪掉了，被整个剪掉。当时我知道这个坏消息的时候，我在想，我应该能想到的，因为拍的时候就早有胸罩。当时，但也不能告诉各位哪个电影啊，也无所谓了，剪完了，大家也不知道是哪个电影。反正我现在一支荔枝就哭。从来只有妃子笑，有谁听到刘洋哭啊？那一瞬间，我真的暗暗发誓，我说总有一天我要吃剧组盒饭吃个够。然后如果真的有那天，我希望能给大家重新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刘洋，其实呢，我是一个演员。谢谢大家，我是刘洋，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洋教主。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看出来就有鬼了哈，看出来。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然后。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一搜，我天，说什么的都有，真的各位，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聚焦都聚不上了，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重启第2人生了，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一点开后悔没早做。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说实话，各位，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有一个最有名的，我给你讲一下，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各位听过吗？没有。你们来着了，今天你出去之后，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叭就漏下去，渤海放那儿叭就漏下去，有时候车过那儿叭就没了。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说修的有多好，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那零件见都没见过。当时实在没办法了，也不会修，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说来也怪，不会修下水道，会德语。
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哎，你们下水道坏了个屁的！”Dank。德国人说不要慌，下水道固有一坏。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你打开那个坑，里面会有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一拆开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换上之后下水道完好如初。我天，各位，这个故事非常的扯，各位哈，千万不要信。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千万不要信。但是说实话，这么扯的故事，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因为一旦是真的，各位，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10几年后，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没办法，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还不会德语，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哎，那我下水道好了，眼睛完蛋了。Dank。德国人说不要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你们中文叫酒窝。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换上之后，眼睛完好如初。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我天，我们俩那个交流，用德语我不会德语，用中文他以为他会中文，我们俩交流，我中间实在没办法，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啊，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德国口音的英语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各位，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我在那聊着聊着，他跟我说 Smile， 我就。他说奶 you smile， 我说 I smile 着呢，哎，这都快 laugh 了，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这就。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我说您好，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那个护士说可以，2个字刺痛了我。我30多岁了，教了10几年英语，英语没法跟人沟通。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能翻译德语。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我跟人护士说，我说那个能麻烦您问一下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那护士问医生，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我说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各位你应该能理解，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不仅盲了，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我要是出了风险，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所以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我说那个您能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有没有风险？护士说刘先生，您真的不用担心，没有什么风险，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我一拿这护理包，我说哦，这个我知道，油纸包来了啊。我拆开那个护理包，各位，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这墨镜它用不着了。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我说那我问你，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我一眨眼，眼皮给我切了，我以后跟个鱼似的，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他说刘先生，他原话，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开眼。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我说嚯，快给刘先生切眼睛，切好了。后来发现多虑了，各位多虑了，手术非常的成功。我做完手术那1秒，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那个翻译跑过来，手术很成功。我最后一次复查，我复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恭喜你，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但是，我说有但是，咱不第一开始说吗？我说但是什么？他说但是，您年底就要38岁了，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我说那严重吗？他说没事儿。戴眼镜就好。谢谢大家，我是梁先生，谢谢大家。